好，来看看今天的比赛的吧。今天这场比赛啊，咱们上期预告的又是来自于我包的比赛啊。我现在发现啊，这个做我包比赛它上瘾，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你说这，关键是这个人太可爱了啊，可怜的没人爱是吧啊？当然了啊，这个开玩笑啊，在这里呢，我就觉得啊，这场比赛呢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除去了所谓的双神的这么一个玩法，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放弃了，就是不允许使用双神，也就是八神和神乐啊，也就是其实严格翻译呢，就音译过来叫神乐啊，就这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两个人物呢不让用，也就是说呢，河池呢应该说有两个主力啊不让用了。而这个包王呢啊，这个他的主力呢，你像什么龙包门呐，什么龙珠门呐。哎，我没有八神和千鹤，哎，这就可以用。所以说啊，这场比赛严格来讲，对于我包呢啊，是绝对是有优势的。不过话说回来，河池据说啊，这不是据说，河池这逼呢，他正常他也是选龙二的好手，同时呢用大猪也会用，大门呢也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就纯主力来讲，包括还能用这个草剃精啊，就纯主力来讲呢，我觉得河池肯定是不占优势，但是吧也没准儿。咱们看第一局上来呢，河池选了一个3小5强的这么一个组合，那么是选择了特瑞加上了一个大门和红丸。那么这3个角色呢，看得出来啊，这个特瑞呢还是有一定实力啊。河池呢是利用一个特瑞首发敲晕了龙二，面对对方大猪的时候呢，虽然说血量不够多啊，但是这个还是打掉了半管血。靠完时间之后，大猪只剩下小半管了啊！这样的话，这第一局一上来，河池的优势就非常大。但咱们可以看到，河池呢，最近他换成八鹤门的组合，这个八神千鹤两个主力没上放大门。我个人建议啊，因为他之前打包王的时候呢，最开始河池的主力呢是有一个龙二的。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个龙二上场的话呢，加上一个大门，然后再附送一个，比如说类似于像特瑞啊。莉安娜呀，像莉安娜打大猪啊，都还算不错。莉安娜呀，或者说草剃精啊，打大猪、打大门都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河池还可以啊，至少呢，这个绝对是这个不吃亏的啊。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这3个角色。这3个角色呢，其实他就没有优秀的冲头人物，也没有这个高超的防守人物。你像这个红丸垫底，他前面并不是女性角色，所以说红丸垫底呢，优势不是很大。因为女性角色呢，可以给红丸多留一颗气啊。除了这个夏尔米和疯狂的这个莉安娜，哎呀，这么好的机会，刚才包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这个。但是呢，没掌握好。咱们看刚才接招没接上，他第一印象下意识是反应摇了一个反摇重腿，但是没招啊。对方并没有被晃，选择了一个花式的 bug 阵，这就是纯防守阵，后 CD 阵。打这个阵呢，其实也是比较简单，两个后一个 CD 阵，看起来好像挺难。其实对于这种绝世高手来说，他们的节奏很好。比赛第一局，河池是1比0，暂时领先。看得出来啊，河池他的这个冲头人物特瑞，一旦打得好之后呢，那么对于他第2个人物大门来说呢，就有很多的气儿。因为特瑞这个人物长气儿速度也不是很慢啊。好了，看看这一局上来，特瑞还是跟刚才那局差不多，然后想要扩大自己的优势，但是被哎呀，包王想要摇踢杀，没摇明白，这个就是明显就手法上的不足了啊！包王明显是撸多了啊！来看看站壁过来腿把连续的往前踢，这一局明显这个如果要是拼龟的话呢啊，河池呢，其实河池很多人都觉得河池打得挺华丽，挺能装逼的。其实河池比谁都龟啊，这个我的意思在赢的情况下比谁都龟，那输呢就没说了啊，输的话就是赢他那个人龟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看到，如果包王选择在角落里跟他那么玩的话，河池是不吃亏的，因为河池本身我血比你多。第2点呢，特瑞这个人物吧啊，他的定位在哪儿呢？他的定位在于这个人物角落里面的治愈能力特别强，相当强的治愈能力，这是第一。第2呢就是啥呢？第2就是特瑞这个人嘛，他最赖的就是啥呢？就是如果说我不想把你一竿子打死，我想归你，他有很多归人的地方。比如说，就最赖的一个招是战青腿，这就没有比他的战青腿再赖的战青腿了啊！那就是真的是赖逼啊，一顿踢啊！就那种感觉。所以说呢，咱们可以看，当然面对大猪的话呢，包王并没有被对方的特瑞所踢倒。
AB 闪身被转球打中。包王的大猪呢，我个人觉得他的大猪呢是太过于沉稳，然后以至于呢，在这个血量少的时候呢就不会玩了。他血量少的时候呢，不再沉稳的人也得往前打，是不是？结果呢，他就容易吃亏。就是有的人吧，太稳他也不太好。人说稳准狠，稳是当然是排到第一抬头啊，最主要的。准狠也是很牛逼的。他这样的话，准确度还差点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二局，这应该说第三局啊，这个。第二大局的第三小局，这个包王呢，明显这个大猪啊，这个牵制距离明显是让河池的大门给牵懵了，就明显就是拴着一根绳放风筝那种感觉啊，真的是给这个牵的有点懵。所以说这一局包王一上来大门呢，开始选择拳脚这个牵制，他这个前的对方有点吃亏，所以说河池现在打进攻，朝天脚一踢空中再抢，河池明显被踢懵了，风水轮流转，跳地下臂过来踢一脚，哎呀！还好是被抓了一个正摇，所以说损失不是很大。前条 C 点，好的落地蓝之山，这样的话比分来到2-0，包王。尽管是在比赛规则上稍微的占一点点的优势，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在开局前2局的情况下呢，都是让对方啊这个打得有点懵，尤其是河池他这个大门呢啊，自从跟这个什么跟什么这个老 K 呀，像这帮人呢锻炼啊，这也是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那这样的话，这一局呢，包王呢明显又是开局有优势，这个不是开局有优势啊，这开局就没有优势，然后呢最终还是被踢死。啊，没有红丸上场的啊，太寂寞了这红丸啊。好了，这一局包王呢是选择打进攻，哎呀，这个架招。前反摇腿，直接升楼。他这个不用前啊，距离比较低，前可能会晚。所以说咱们看一下跳臂过来下盘2点回身背刚。包王呢感觉在切入点上掌握的不如这河池好，你可以看到啊。但是包王呢也是秉承了一个什么呢？给我一个机会，我打你并不狠，但是一定会疼，打得你非常心疼啊。好了，这一颗气，两个人这一局打得非常的这个考验这个。怎么说呢？考验心理啊，看谁先沉不住气。你看两个人就是拼攻击距离，包王呢选择用重攻击来拼，而这个河池就用轻攻击。这时候你看到轻攻击和重攻击来拼的话，伤害咱们先抛开不算啊，就是在机会方面上，轻攻击确实占优势。我一个站轻腿，两个人都是饿狼传说的这个人物啊，都是主角啊。这个特瑞咱就不说，龙二咱就不说了啊。这个饿狼你懂吧啊？但是但话说回来啊，这个特瑞的拳脚还是真是有够恶心的啊！这个升龙有点太自以为是了。这升龙明显就是他认为对方一定会出跳跃攻击架招，然后推上去，但是最终呢并没有。来看现在河池大门连续的前跳 AB 闪身头上符被挡。再找这个机会，朝天脚一根前跳 CD 打对方这个站 CD。其实这个站 CD 呢，也不很多人认为大叔的站 CD 是会被骗的。其实有的时候他出站 CD 是特意要出，比如说想打对方的什么下重腿啊、下轻腿之类的招式。这个站 CD 非常猛的啊。好，抓过来之后前再出抓。这一局包王的大猪呢是中期是想要爆发一下，但连续3次指令头呢并没有成功，被河池抓住了一个蓝之山起身。原地起跳地，两个人相杀，最终呢还是大门不够合适啊，这个就有点太憋屈了。来看现在2个大门，那河池到目前为止红丸都没有出场的机会啊，对于包王来说呢，也是这个心非常的疼啊，怎么可能啊？好了，跳臂过来，再前跳臂回身，跟反过来跳地直接一个蓝之山扣过来呢，看看包王还是心情非常压抑啊。这一局还是不好打，前朝天下臂被摸，远距离踢一脚蓝之山好的，直接跟正摇，啊，太过于这个稳健了啊！他刚才可以选择一个正摇 C， 然后抓一点气儿嘛啊，就是为抓一点气儿。但是呢，最终可以看到啊，并没有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稳，为了这个气势吧，这点气儿就无所谓了。看红丸下盘起手，下臂朝天。好的，红丸，哎呀，这个站轻手，他是想要反摇前轻手抓，有 bug 站，不跟前跳地后撩，可以爆气的大门，但是包王并没有这么做。好的一个爆气，朝天脚远距离看看这边的红丸也是很危险，一个超必杀的话，很可能会造成这个红丸被漂亮。
一个2次前，然后马上下亲手吸尘器式的蓝之山，但是尽管对方并没有死，看看最后起身是不是要打战臂，下盘起手一摸，好的哦，漂亮，2次型跑抓。包王的大门在最后一刻把这个红丸的这个锐气完全给打没了。你可以看到红丸第1次上场就被对方翻盘，2次前跑前跳地下轻手，直接一个粘，这绝对是精彩镜头。但是我个人觉得河池他对于红丸还是不够了解吧，他完全没有把红丸那股骚劲儿啊给打出来。但是呢，他还是犹豫再三啊，还是再次选择了红丸啊。这样的话呢，特瑞、大门、红丸3个角色没有换。面对包王刚刚是士气大增啊，是扳回了1分。看看这一局怎么往前推，皮鞭抽过来，前下盘2点3点。好了，这一局龙二防守，空防再空防。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特瑞对这跳轻腿打中之后呢，可以选择站轻手下轻手这样一顿推啊，也能打出破防的效果。哎，这是要给机会的。一个步步高，大家伙啊，记住啊，小的时候大家伙玩特瑞呢，很多人愿意选择下重手接后叉什么之类的。但是啊，特瑞最狠的是一个斜下重手，也就是一个步步高接后叉，这一招特别狠。因为这个步步高这招呢啊，在地面上打防空效果非常好，在地面上打击呢还有一个这个超远距离的效果。很多人认为这个不够远，其实是非常远的。好了，这是直接骗了一个架招，然后偷下盘3点，形成了一个首发的优势。那每一局啊，感觉包王这4局吧，龙二都是被切。这龙二呢都是龙套啊，所以说我觉得包王这龙二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到底怎么面对对方的特瑞？好了 ，AB 闪身过来，直接一个 C 头转球1点1丝血 ，AB 闪身一个抓，特瑞明显已经跳起来了。大家伙儿不知道看没看见啊？特瑞明显已经跳起来了，可是呢，并没有什么卵用啊，这个还是要被抓的节奏。好在呢，这个大猪的抓呢，并不像玛丽的抓。如果大猪的抓像玛丽的抓的话，明显就是一个浮空的节奏啊。好了，跳臂挥空落地一个抓，这个大门呢明显是摆出了一个站 CD 的姿势，也就是说对方打跳轻腿的时候，他以为是跳 CD。好了，再次输一个抓，河池被翻盘之后呢，感觉好像有点心不在焉。这个大门一上来就是明显就是送大礼包的节奏啊。下臂头上扶再头。震过来1点，远距离看看怎么办？前跳地回身空防一下朝天脚，好了后跳 CD 再跟，回身刚过来前天地反，后影跳跟反落地一个震啊，可是被破了，漂亮！再这样的话要摔死，直接摔死正好，否则要是摔不死的话，这大门明显就是后患无穷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一局呢，明显大门也好，还是特瑞也好啊，被这个对方的大猪呢有点气得有够惨，而红丸呢本身刚才的第1次出场啊就发挥的不够好，这一局呢咱们看看，好的下重手一偷，形成了一个反摇腿，河池他一定啊这个没算过，其实红丸打大门是不好打的，他如果要是红丸排到最后呢跟大门拼确实不好打。所以说呢，现在呢选8鹤丸的人非常少，因为选8中门的人非常多。大门呢打红丸啊，不能说全克啊，确实是微克一点。好的，又是利用反摇腿，反应速度和套路非常明确。首先呢，就是我知道你3颗气儿，我也不准备去浪费你的气儿了啊。但是呢，最终还是形成了这么一个效果。好了，红丸空中一抢。这一局呢，你可以看到啊，2个人都是拼到最后一个人物，而大门呢，明显在气儿上稍微占一点优势，头上扶再投，这一下好疼啊！大家伙儿看一下跳地，再来，你这个何老二这个红丸明显是龙套啊，这人上场的用处根本就是没有啊，兄弟啊，这个确实是太嘚了。咱们看一下，比分来到2比2，河池啊，果然还是放弃了。果然河池还是放弃了选择红丸。这个红丸，哎呀，一翻盘失千古恨，看不看见？一个翻盘造成了红丸2次崩盘，然后呢，这个特瑞这次上来还被开局打晕，一个100%呢一招晕的这么一个套路，前跳地重手踢杀。虽然说呢草地精出来解救一下，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啊。最终你也看到了，死的比赵四他爹还惨啊！来面，哎呀，这个多了图，河池有点飘。
但是呢，我对于河池他这个草地精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他这个草地精这个人呢，其实我觉得打大猪呢，不能说好打，他有一点地方呢让大猪非常畏惧，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超变态的这种逆向精，然后接招可以让大猪呢死无葬身之地啊。但是事实上你得有命活到大猪啊，是不是啊？感觉可以看到2比2之后呢，河池心态上明显就紊乱了啊，明显就是斗性心律不齐啊，这多嘚儿啊！完全缺豆的节奏啊，五行缺豆。但是你可以看到呢，这一开局就是一个1v3的节奏，包王很可能会这个应该说啥呢？撞大尾巴狼了啊！比本身呢连落后2局，第3局也差点崩盘，但是好在是翻盘之后，这一下子连胜3局，让河池现在情何以堪？但是这一局呢也不一定。看看大门 CD 取消，战秘前被踢，再朝天脚。好了，皮鞭抽中一下，连续的朝天，最后一丝儿，哎呀，这俩人可斗死了啊！一顿这个什么下重腿，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位置，哎，就是正好，你看那个图形，正好啊，谁也干不着谁。你说得多亏吧？你说啊，就把这个攻击距离算得太好了。来看面对大猪，回身一刚过来，下臂之后远距离跳 CD 卡中一点，再找这个机会。好的，跳 C 摸中一下。来看看怎么个情况，下臂朝天，再前跳过来。咱们这个大猪这么玩啊，大伙一定不要埋汰这个大猪啊！我要是这个大猪，我也这么玩，对吧？啊，左右哎要出抓呀，刚才 AB 闪身肯定是要出抓，但是明显这大猪反应速度很快，占重手第2点能量闪身明显就有点晚了。大猪呢是一个后影跳 B， 直接把他们踢死。那这一局其实大门想要翻盘确实很难啊，因为本身呢。对方也是大猪大门这样的角色，都是硬派角色啊，踢进几个正攻击你就受不了。咱们看一下河池，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河池还是上了自己的这个3主力，这个呢算是2号主力，但是前1号主力啊，曾经河池呢是龙2，绝对是没有放弃过，而现任主力大门也是在场上，草地精呢是专门偷大猪大门的，所以说呢。这一局河池应该说是上了除了双神之外的这个绝对主力了，但可以看到2比3之后呢，河池被对方连胜3局。这一局上龙2也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龙2也可以1v对方3，不过呢开局好像打的并不是很好。空中一抢，前跳臂过来，下盘起手远距离站臂2点回身背刚，这一点的话就不好整了啊！跳臂过来，下盘起手站地，远距离空中跳 CD 卡空，好的踢杀1点，下盘起手在空中一跳 C 前倾手直接打蹲防，好的直接指定头。后期呢明显河池开始发力，两个人又是开始拼攻击距离。一顿站重腿啊，什么下重手啊，下重腿站重腿，这俩人可真逗啊！大伙看这种比赛呢，确实不少见啊，你很少能在那种什么灰 K 那种比赛中能看到这种场面，因为攻击距离上就是远。前跳 C 过来重手 ，AB 闪身 ，AB 好的再闪过来直接一个抓。残血龙2想要为自己再赢得一个机会，可是对方呢这个气儿也不高，后能量闪是什么鬼啊？走过来再抓，河池这一局龙2明显是非常靠谱 ，AB 闪身直接打对方这个倒地不是这个应该说蹲姿啊，打蹲姿不敢动，然后直接一个小皮鞭抽过来前跳 C 啊，这个前跳 C 之后的挑衅我是真没看懂啊，这个挑衅架招确实是太嘚儿了。不过呢，刚才啊这个龙2已经是一血前耻了啊，确实是一血前耻了，打了不少血啊。这个大猪呢，现在一上来之后呢，只能是硬拼了。你要说打防守，我不管你，无所谓。我跟你说啊，我要是大门我也无所谓，我能踢你就踢。好的，但是这次被泼，但是站重手呢有点晚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到对方敢前跳，你知道吧？啊，这个站重手打的有点着急。不过呢，可以看到2比3之后呢，豹王这一局确实有一种让人追平的感觉，但是大门呢还是满血满气儿，踢一脚，站臂远距离过来再找机会下臂过来再跟，好了朝天椒站臂一脚，远距离，哎呀这一脚踢中的很惨，前跳 CD 卡过来，原地起跳再被踢，看看怎么办，重手一摸，好了朝天椒踢一脚朝天再往前跟，大门线，哎呀这么踢的话，河池明显是入套了啊，入坑啊，漂亮！刚想说他入坑，结果呢是抓住一个蓝之山，这一下呢对于自己的草地精啊压力又太小了，站臂前跳地过来再蓝之山，草地精甚至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把豹王 KO。
可能包王的内心呢太想考虑到自己把这个3个气儿留到最后了，他早就应该考虑自己的气儿是不是应该爆一下或者浪费一下，乃至于就是能量闪也好，还是钢 CD 也好啊，你用一用。可是呢，由于太想这个留在打草 T 的身上，结果呢最终是被对方大门直接秒杀，比分来到3比3。那一开局可以看到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啊。我个人觉得呢，河池呢也是开始的时候呢不是那么认真，他认为自己啊这个能虐一下包王，但事实发现并不能。两个人一开始上来，咱们看看，上来就是开撸，然后撸完之后撸到一颗气儿呢开始打，明显的包王是开始先要打进攻，而且呢是占到了优势。回身一刚，下盘起手轻手后拉，皮鞭打对方空落，这个明显河池。明显河池现在他这个龙2长时间不玩啊，感觉自己已经不在光明顶上了啊！这太嘚了，长时间不玩的这个龙2，这个不玩龙2的河池，明显已经对龙2啊已经是有点蒙圈了啊！下盘皮鞭，朝天脚，好的空中一抢，再来，直接这个可以接蓝之山，我觉得接蓝之山特别合适，像打这个龙2啊和千鹤啊，免费附赠一个蓝之山之后的 bug 阵，这多么疼的一个招式！头上符取消啊，但是选择了一个出包王太过于注重防守了，看没看见啊？太想跑了啊！这样跑了，两个妖怪跑了啊，就是骑摩的跑了，就这种感觉啊！你跑得太快了啊！腿绊之后过来再腿绊啊，连续的下重腿，这个。明显河池上了2次龙2，这个第一局还凑合，第2局明显被秒，然后呢大门也有点犯嘚儿，可以看到两个人节奏打起来呢还是比较快的啊，有很多1v3的局面，虽然说并没有形成1v3，但是这个确实打得比较激，这不就1v3了吗哥？七八，这是包王给你一个装逼的机会啊！你是 MC 石头吗？啊，依然在正常的装逼是吗？啊！你多嘚儿啊，这个啊！包王现在心情就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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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感觉。好的，跳过来之后，奈落呀，好疼啊！直接打晕啊！希拉，这太深的弟弟叫太疼。咱们看一下跳 C， 前跳奈落重手2段踢。其实如果要这时候打一个保利嘎，然后呢再保利嘎雷斯埋下轻手一个奈落啊，卡了。就是他死的 over 啊，那就没法玩了啊！但是咱们可以看到3比3之后河池这一局草地精还明显爆了，看看怎么一个爆气朝天脚，前跳 A 下轻手，架招过来，前跳正身位，头上符直接一个抓，完了，前后跳 D 打蹲防，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包王很稳啊，头上符他是延迟确认出正摇 A 的抓，非常稳。他甚至都没敢练反摇臂，因为他一个不小心反摇臂被对方奈落重手2段踢打中，那就只有一个字，就是嘎逼打了啊！很多人小狼说这只有一个字儿，怎么还是4个字呢啊？嘎逼打了也是翻译过来就死的意思啊！3比4，河池呢刚才输呢还是输在了龙2身上啊，自己龙2不是明显变龙套了不说呢，大门也没占优势。咱们看两个人连续的撸，明显基本功河池好像稍微好一点啊，河池明显撸的比包王稍微快一点，那撸的滋冒火星子啊！下盘透好的，结果被刚。在气儿方面上呢，河池有点这怎么说呢啊，太过于保守。下重手后拉，好的一个前跑抓，前跳地回身 A B 闪，下盘起手左右。刚才那个位置上龙2可以出下重腿的啊，但是没出。下重手皮鞭没有能量闪，站重腿一根。河池太。你刚才这种情况下重手皮鞭明显就是一个前能量闪身，重手踢杀前重手一个正摇手啊，直接就是秒包王的节奏啊，但是还是被 K 了。这个河池龙2连出2局啊，都是被对方 KO 掉，所以说看得出来河池对于龙2现在已经是有点不熟了啊，太生了。下重腿啊，下重手皮鞭抽一点，前跳臂下盘起手后拉，好了再往前抽一顿小皮鞭。原地起跳过来，下轻手天地反，后小跳一个震，直接震啊西，这是我 6 啊姐姐啊！再前跳 CD， 这个 bug 阵不应该，但是不影响本场比赛的结束。而且龙2最可耻的是啥呢？他最后还爆气一下，他想多打一点血，因为爆不爆气啊，留给大猪的也都是3颗血，无所谓。
看大猪3颗星过来，回身背刚，前下臂，好的，再刚一点，明显这一次河池明显不吝啬了，连续的切防，刚才那个位置上可以出朝天脚，前跳地，再前跳出抓，可以打防守战，选择了不战，朝天前握，他应该不前，应该走过去一个头上扶啊，但是一个前，这个握是啥意思啊？没看懂啊。草地精，好，这一局草地精呢，刚才是有一个爆发，尽管呢并没有这个翻盘，但是最终啊还是看得出来有一定的这个秒杀实力啊，确实治愈能力非常强。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大猪完全不给草地精面子，草地精呢也是有点太吃亏，前下臂被抓，只令头不离身。这个包王也是把大猪的精髓用出来了，可是这一局应该说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眼睁睁的啊看着，哎呀，等会儿，只能眼睁睁的为自己赢得一个机会，跳地没打中，这个位置应该第一时间影跳地啊，前跳 C 再跳 B 过来升龙。好的，这个人逢绝路的时候啊，才能感到有希望。你可以看到打得非常的拼，而且把这个包王的心理算得很好，最后的升龙打对方站轻腿啊。好在呢，大猪呢没有摇这个变态指令头，如果摇变态指令头的话，像这种什么升龙啊、刚 CD 啊，很容易被骗的，被指令头抓回去了。奈洛洛在前跳 C， 前跳哦，完了，这一下就完了，这个刚 CD 如果要是打中的话呢，草地精应该是没有半点机会了。因为碰一下就死，但刚才明显奈洛洛也是，奈洛洛如果要是打中重手2段踢，然后呢下轻手虚晃接必杀的话，那直接就给秒了啊！3比5，河池已经是被对方应该说反超之后3比2，自己追回1分，又被对方连打2分，河池已经是有点微微懵逼。但是这一局上来看一下，他上那个龙2呢，可能个人感觉就没有那个特瑞好了。不过呢，这一局还是选择了龙2。我觉得他应该龙2草 T 加大门首发，我觉得可能不是这种排列方式应该好点。大门呢排到第2位，容易被大猪给克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河池龙2被秒到之后啊，也留不了多少气儿。因为龙2并不像龙2身后的大猪啊，可以多留一个气儿。龙2身后大门的话，留气儿非常少。草地精当然，草地精排到第2位呢，草地精也是一个用气儿的高手啊，他也是特别浪费气儿的，所以说可能这个组合天生也不太占优势吧。腿绊过来 AB 闪，直接一个抓。在比赛来到第9局的时候，包王依然在龙2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河池现在心里啊也是打起了小算盘啊，这逼到底是咋了？龙2怎么就我长时间不玩龙2，这逼就升级了吗？就明显就是压半个等级啊，就是啊，现在明显就是河池这样的啊，我到河北城来。好了，看看跳地过来，就是明显现在包王乖站好啊，幻想乡啊，就这个啊，扎过来 CD 阵。好了，可以看到呢，这个龙2呢，虽然说啊打掉了对方的龙2，但是这一局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只给大猪留了1颗气，也就是2颗。那么大门1颗气，将近满血，这一局还算是比较啊势均力敌。但是呢，河池的人物不占优势，你像草地打大门，像这个大门打大猪，这都是有点微克啊、背克啊。前跳地过来下臂，这肯定是要一臂闪身，前中没摊，可以选择前跳地这个下轻手头上扶接抓。但是没摊啊，无所谓，重腿头上扶接抓也无所谓的啊，少一点点血而已。朝天脚 AB 闪身头上扶头上，哎，他可以头上扶，然后取消出阵，但是他没有反应，他想直接接阵奥 A 没抓到，哎刚 CD 一踢，最后一丝血前再头上扶，这个前冲切入的时机还算是比较好啊，你可以看到。包王的跳呢，明显，刚才第1个跳是影跳，再次第2个跳不是影跳的时候就被河池抓住机会，所以说河池才能抓住一个前穿透的一个头上扶。看看这一局，后撩踢，重手一摸取消，前跳 CD 卡空，好的，河池最后这一点血，前影跳，这个想要踢对方蹲防，但是河池防御的非常好。而且下意识的摇一个蓝巨山，成功之后呢，前跳过来，再天地反有 bug 阵，后 CD 阵没有打中，但是这一局基本上已经锁定了胜局，很可能会4比5，暂时扳回1分。
但是好在呢，包王这一局3颗气啊，也没准儿。3颗气的大门，俗称不怕任何人。咱们看看草地精能不能为自己赢得一个翻盘的这个顶进的机会啊！如果一个不小心让对方再连胜3局3比6的话，那就太憋屈了。头上符没出阵，哎呀，这个 C 头，战地回身背刚，轻手一摸跳地下盘，好的下 B 战 A， 直接接上一个无视的必杀。这个必杀呢，可以看到也是。等了很久了啊！草地精到现在为止没有必杀技的登场，也是醉了。比分来到4比5，看看看包王的选人，这是什么情况啊？他就是喜欢看这个女的，所以说把光标停在那个女的面前。哎呀，包王，你在逗我啊！4比5之后，他居然选择了特瑞，我靠！他居然选择了特瑞，我也是醉了。但是事实上，他没有放弃大门，选择特瑞，我还是比较理解的啊。他要放弃大门选特瑞，我直接给他手撕了啊！手撕包菜啊！这南方叫包菜，我们北方叫大头菜，还有一种学名叫卷心菜啊。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什么甘蓝是吧？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品种也不一样，但统称就是那个卷心菜的这个类型啊。这个明显手撕包王，好了，回身一刚，这一局啊，明显就是在龙二身上，我觉得河池就是被克，完完全全打不过包王啊。这一点呢，我想说啊，你们没看过以前啊，早在14年以前或者15年以前啊，14年还能抢，15年以前，河池主力是这个龙二的时候，那包王一拼龙二啊，这个也不能说包王准输，但是肯定是吃亏吃得多。你今天你再一看，他这个龙二明显河池就不是个了，明显啊差半个等级了啊。CD 跟反前好的一个2次性跑抓，前跳臂过来回身背刚，下盘起手站臂一脚，空中跳臂抢空前啊西吧，朝天脚一丝儿，好的，这龙二就是跑，哎呦我去，明显就是我让你跑啊。你太能跑了，这明显就不知道玩那个什么手机最开始那个手游有一个就一直跑还能吃金币那种啊，就不知道是不是玩那个游戏啊，来的啊。好了，这个明显这个游戏叫什么？叫包王运啊，抓过来，包王乱，包王运是吧？啊，这个包王怀孕了啊，包王说爷，我怀孕了啊，朝天脚轻手过来，连续站臂。这一局可以看到啊，河池龙二不咋地，你看龙二跟条狗是趴在地上，一阵还震完之后还躺一下，然后再跪那儿，你说多假啊！但是明显河池包王去了啊，河池的这个大门雄起了啊，这大门明显是就明显勒紧裤腰带，就明显要把包王置于死地。但是你可以看头上符2次头上符，回身一个震，头上符虚空，不是后撩踢这个挥空，前跳地2式。这包王用特瑞，明显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啊！哎，这个大门着急，站臂过来之后，前后跳地打蹲防，这肯定是要能量闪，头上符天地反。你上这个人物纯属是扯犊子啊！扯犊子、滚犊子、瘪犊子、王八犊子啊！就这全是犊子啊！这犊子就是东北话啊，犊子就是一种就是小动物的孩子啊，就是全愿意耕地啊，翻滚吧牛宝宝，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犊子啊，这多嘚儿啊，浪啊，独自一人的意思，多嘚儿吧你说啊，5比5，看看比赛再次的打成了平局，然后呢，包王还是选择龙珠门了啊，不装逼了，不牛逼了是吗啊？现在给我跪下叫一声爷，否则我见你一次我裸你一次啊！听清楚了没有，包子啊？这种感，哎，好了，跳地节奏不太好，让包王抓住了一个正摇抓。这一局河池龙二明显是借着连胜2局啊，他龙二明显是开始来劲儿了，但整体来讲还是不合适。下重手过来，空中抢空，他依然在正常的被包王的龙二给虐杀啊！可以看到。就是开局撸很正常，撸的时候啊，河池确实是快，可是我怎么感觉这何老二咋说呢啊？何老二现在就是说包王你这个老병的啊，你敢不敢让我上8神千鹤？尤其让我们上千鹤啊！我跟你讲，包王就是怕千鹤，
真事儿了啊！你们现在可以采访包王，你说包王，你说那个你最怕的人是谁？包王肯定说，我最怕的人是千鹤，我最怕的人就是用千鹤的人。其实吧，别的人他也不是不怕，他就是他可恨啊！因为千鹤这个人呢，如果要是一个不小心你归不好，容易被打一套，然后要不就破防，要不就死，要么就破防了再被打晕，晕完还是一个字死。所以说包王特别怕千鹤，这事我不说谁知道啊？好了，看看连续的摸，哎呀，这个架招是蒙的吧？何池？但是呢啊，这明显这个不是蒙的啊，明显就是一个正常的出跟反打对方战清手，前一个抓。这一局两个人都是拼龙啊，拼这个大门。而刚才那一局何时大门占到优势之后呢，这一局包王，还是依然的被好的前被迎面一个抓。前跳 CD 卡控后前手，大门现在气儿啊是非常值钱 ，AB 闪失头上符，一个阵时间呐、小伙子何时还是有点忍不住寂寞，他应该耐得住寂寞才好。朝天角不玩喽，哎，爱咋咋，就是不玩喽，谁愿意咋地咋地，说我赖我就赖，说我归我就归，我就怎么地吧啊！咱们看好了，看看何时的这一局大门依然是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呢，对方的大门只有2颗气，并没有满气，自己有1颗。开局看看能不能利用这1颗气儿加上这点血，能完成对方半管血的这个目标就可以了。前条地腿把回身一刚，前没出招，头上符没敢出。看看轻手2式封招，看看一顿看啊，就是不给打的机会。包王现在也是心里非常苦恼，被踢一脚，下臂站重手一根，前跳地一贴，下盘起手。好的一个后跳地，这一次呢，何时明显在蹲的一瞬间啊，还是有点犯懵。他没想到对方这么敢出这个后跳地，而且呢，想要出招一瞬间呢，也是晚了，也确实晚了，头上符已经晚了啊。看草地精，朝天脚一根爆气，重手一摸，奈落落再前跳回身一刚，后拉一点，前奈落落再前跳 C 后，草地精很聪明，完了啊！回身再刚，站臂一脚后拉，大门其实没啥优势，把自己气儿全浪费掉，并且呢，两个人血量差不多。草地精前跳 C， 再奈落落回身一刚，捡起来，何时居然倒地没有受身，下轻手没有确认出抓，看看，如果要是刚才有蓝之扇有气儿的话啊，肯定是包王能抓蓝之扇了。但是草地精先发一步，打出了一个无视必杀，鬼不过来奈落落，然后呢再往前中跳地回身一刚，现在谁能够获胜？最后一点血。草地精有1颗气儿傍身，明显现在血量上好像是差不多。哎呀，何池啊，明显啊，你这个，哎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飞流直下3000尺，一摸兜里没有纸啊！赶紧哭吧，这两只眼睛淌出4行泪出来啊！我还不知道他想一个正摇重手，想要打一个这个毒咬，想把那个包王磨一下，他只希望磨一下就行啊！结果呢，被一个战臂踢中。哎，难得包王呢这一局6比5领先之后呢，难得龙2啊撸的比这个何池还要快啊！前跳臂下盘起手，空中一抢，跳臂过来臂闪身跳 C， 直接升龙4式，踢杀一点，下盘跳臂，下盘起手左右，再腿半找机会，下臂站 A 下重手，空中跳地一抢空，好的下上手皮鞭抽一点，再站地一出，这一下扯了啊！好的，连续的切防再跟，这种情况下呢，我也觉得吧，草地精有点这个不靠谱了啊。草地精现在心情非常压抑。好的，直接一个抓下轻手踢杀一点，下盘空中跳地啊跳 C 抢过回身再刚，远距离跳 C， 就是这个包王这个龙2啊，他就是有一点，他关键就是你想打进来，我就不让你来啊，就是现在包王就是什么就是你扛，雷头歪的吹呀，雷头歪的吹，就这种感觉啊，一顿让他来啊。好的，皮鞭再抽，除了这个来，再就是什么呢？就是来，打不进来，生气你就是打不进来，就这种感觉啊，你说气不气人？唱得气你啊！
来看看河池，大门现在啊，就是现在就巴不得把那个龟壳给踢碎，你知道吗？把那个龟壳泡上水，直接连到高压电上的那么整啊，多嘚儿啊！好了，一顿撸，前腿把，这个腿把有点太相信自己的距离了啊，明显是就你觉得挺远啊，他也觉得挺远，但是还是不够远，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样，喵。好了，看看大猪。战臂过来踢一脚，跳来跳去就是摸啊！原地起跳，再找，回身一刚，朝天脚再跟，好的抓过来，各种不控制啊！这明显包王，哎，就来，跑了。两妖怪跑了，骑摩的跑了，多嘚儿啊！你这何时？你看何时气的？你看何时气的？哎呦我天哪！不行了啊！这明显我要倒下了，快来救我！小心是友军，就这种感觉啊！你这。哎呀，你说可咋整呢啊？这个来吧啊！何止你说他气的啊？这样明显，我要是何止，我把电脑有点砸了，真事儿啊！气的来的，你知道吗？你看难道不是吗，小伙子啊？这他妈气人啊！好了，看看这一局选择用玛丽了啊，用玛丽了。这个玛丽好了，还是用特瑞首发，明显啊，已经给河池的龙二打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啊！5比7的比分，这包王现在就是明显就心情太好。哎呀，河池啊，能不能玩了？完了，这一下河池的心态啊，那绝对是感觉，你看这只包王在无形之间一个就是往后跳往后拉就给人打晕了。这要是在游戏厅里面啊，真事儿啊，那一顿照头嗨照脸嗨，衣服全来开啊，那真事儿的啊，那都是。咱们看河池上的玛丽，当然玛丽呢其实并不是河池的强项啊，咱们大伙都知道啊。而且河池有一段时间特别害怕玛丽，回身一个 C 头前跳地过来，跳地一脚。再前跳臂过来，找机会，空中跳 C 抢空落地一个爆抓，好的麻了个蛋，然后呢再看看怎么去找这个机会，前跳 CD 落地，跳 C 过来左右，结果被正摇 C 一抓，腿边过来前跳 C 回身一刚，玛丽有点着急了，切防过来前蹲姿，前跳过来后跳 C， 再找这个机会，你这不要送死吗？何时啊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真的，你什么时候？何止说你妈，你敢不敢让我上千赫？让我千赫，我给你龟壳打碎啊！让你给那什么忍者神龟之什么破影而出啊！好了，看看朝天脚，完了，这个龙二又开始了，跳臂，哎，一个抓 CD 战，大门前跳地过来，回身一刚，前想要捡，但是还是太天真了啊！踢一脚，再原地起跳。这一下给龙二的话呢，还是有一点儿吧，他还是有一点儿这个犯懵。来看看，面对大猪，一个满血大猪，面对不是满血的大门，玩法大家伙已经是知道了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好在呢是一个苦肉计粘上一个蓝之杀，可以起身压制一下，前跳地天地反，3颗星的大猪有点要吃亏的样子，一个阵前朝天，各走一边，回身一刚，好的一个吃鸡的前跳地大蹲防，大猪完全就是怎么说，这一局是完全在送了啊！这个我也没法说，因为大伙都知道包王这个人，大伙都懂的啊，就干，你到哪说理去，是不是？好了，连续的踢一脚，前跳地回身朝天一脚再跟，前天地反，跟反大升龙小升龙一震，没震到一个暴气前跳过来，直接反手，这一下好疼！看看这是一个超必杀一个震。反手的话，一定要用轻手的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如果你稍有这个一个仁慈的心啊，人
就不能有这个玩游戏啊，就不能有仁慈的心啊，否则你就是人妖啊。你如果是人妖的话，那你就扯了啊，明显就用重手的，就是太轻了啊，大家伙懂的。来看看58啊，58同城，99鸭脖啊。看看，明显河池在选人方面上已经是犯懵了啊！小样，我让你耗子给猫当3陪，你挣钱不要命了啊！来的，来看看现在又是最开始选择的角色，他这个特瑞用的不好啊，多嘚儿啊！你说啊？好了，看看空中跳跃抢空。正摇手一下空中再抢，就是欺负人啊！来看龙二还是在血量上占一丢丢优势，战臂踢脚要摸，但是这个战轻手他没有那个远 A 啊，收招快，前重腿战臂，前跳过来下轻手3点战臂过来空中一抢，龙二还是抱有一个防守态度，再皮鞭，大哥你奔跑吧兄弟，你搁跑啥呢大哥啊？你搁撕名牌的，你搁那儿啊，多嘚儿！你说你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他想要等这个龙二起跳啊！我还不知道他啊，我还不知道这个河池啊，但是想的太多啊。龙二看看怎么办？战臂过来，一个直接的跪地，前跳 C， 再前跳 D 来了，反摇手。还好啊，这个红丸的2发呢，还是显现出自己这个人物的实力，因为这个人物短距离爆发还是非常疼的。很多人说红丸到底也要反摇重手还是反摇轻手，分情况，想要磨血的话呢，反摇重手，对方没有气儿；说打的话，反摇轻手也费血很多的啊，尤其是打出 counter 之后啊。好的，直接被一个抓，前跳战臂，腿把升龙取消，再出升龙。好了，前跳 CD， 如果这个前跳 CD 打 counter 的话呢，可以确认出正手的必杀。回身一刚，腿把一点，前跳 C， 走过来想，他这个走明显是撞枪口上了，被对方迎面一个抓。前跳 C 过来，回身一刚，远距离一个正摇，再前跳下盘站 A 站 B， 腿把一点，前下盘起手背刚。红丸明显是好的一个直接的反摇腿裸，再前跳 C。一顿小轻手，但这次不敢往前走了，再反摇，包王被这个反摇腿打了不止1次了，2次了已经。前反摇，直接一个反摇轻手把大猪给也不是不知道是磨死，应该是不是，他应该是反摇，然后架招1点，但是大猪后前手呢，他的这个震动频率并没有这个反摇手快，所以说直接被踢死。看看面对大门的话怎么办？朝天椒远距离原地起跳。前跳过来偷下盘，再前跳 C 的头上扶一个震，最后一丝血，前一个战臂。这一局2个人大门火拼，在气儿方面上呢，明显是河池占一丢丢的优势，3颗气儿面对对方2颗半。那这一局的话，优势方面上还是在河池身上一点点。前跳地，再前跳，空中抢空，被踢1点。轻手一摸，再连续的轻手，这一顿小轻手，咱们看一下2个人在攻击距离上啊，就是一顿算计，但是包王也并没有吃亏，朝天脚前一个蓝之山，难道要5比9到赛点的节奏没有？看看回身一个扣过来，起身怎么去压，左右一个反摇前手，直接一个地狱极乐落的超必杀，5比9的比分。来的啊，河池已经被摔懵了啊！河池明显已经就是啥呢？就是整个世界都就是被水淹没，不知所措。最后祝大家提前射精啊！就这种感觉啊！明显现在河池是你还在头悬梁追刺股当学霸吗？你还以为考过高帅战胜富2代就能平步青云吗？你还把本硕博连读当成卖身的资本吗？你还在格子间没日没夜的码字冲刺过劳死吗？就这种感觉啊！人生苦短，山东数十电焊工移居澳洲的梦想，你可以复制啊！是时候换个玩法了，咱们看看。前跳过来，正摇手一根，跳地一抢，前跳过来重水一个直接的前冲过来，这个架招给人一个骗 CD 的感觉啊！
连胜4局的包王已经是5比9领先啊，已经把河池打的有点嗡嗡的啊。前跳 C 过来一顶，还是龙2占优势，后我插，跳地下排 A B 闪，逆向回身，站臂一脚，气功1点，原地来了，这就秒了，反摇腿啊。好的，他选择了接上一个大灌篮也可以，反正这个大灌篮很多人认为血少，其实大灌篮血很多。你看一下啊，好啊撒，就这个好啊撒这一下好疼的啊！看看面对大猪，前想要偷下盘，但是太过于幼稚，幼稚啊！气功后跳 C， 好了，前跳 D 过来，再前跳 C 过来1点，正摇再前跳下盘一顿摸来了，哎呀，怎么接上这个我所的招式啊？有危险不说，还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咱们看一下一个气功，它正常来讲呢，下轻手，头上佛，不是这个不是头上佛啊，步步高，然后直接一个后啊啥反摇腿，一个前跳 B 后跳 D 或者前跳 B 下跳下 B， 它容易把大猪直接打晕的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浪费了，我也是醉了。站 B 过来一脚，好了，正手一摸。后跳地，偷下盘3D B 啊，西吧 A B 闪身下重手一个是吧？你这什么鬼啊？下轻腿3点站轻手接必杀，河池的手，河池就明显就是手不是手，是大拇脚趾头。我这颗小星球在你身旁转动，请看见我，让我有梦可以做。我为你发了疯，你必须奖励我，就这种感觉啊。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大伙儿可能听到这儿认为小狼说：“小狼你怎么那么傻逼呢？小狼你怎么那么嘚儿呢？啊，你这唱什么不解说呀？”我已经没法解说了。我现在唱歌就在解说河池现在的心情，他现在的心情就好比真事儿啊，就好比当时啊那个。明显就是有点像当时什么呢？像当时那个就是那个雌尊鱼啊，直接就是把那个卵子排出来之后，然后那种无助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就不说这个事儿，你谁能知道啊？那种感觉都已经绝望了啊！好了，看看连续的前跳，腿瓣转球，包王没完了啊！看来包王是这样跟河池拼一下了啊！站逼过来，前跳头上，哎呀没打中，一点血头上佛，站逼一脚，切防一杆，再后跳地。但是这一局啊，不得不说包王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对方嘛，这个大门这个人物啊，还是比较凶狠的啊，一个不小心啊，就很可能会翻盘，而且血量比较多，2个气附体，前跳 C 过来，走过来直接一个蓝之山。就局面上来讲呢，现在河池已经占优势了，咱们看看前跳 CD 原地起跳地。被踢一脚，切防，朝天大脚一个前跳地啊，好的，后 CD， 他选择了正常的站，一丝儿血轻手封死。看来69啊，看来69是必不可少的啊。这2个好基友啊，最喜欢干的事就是69啊。缩了啊，绝对是。咱们看69之后呢，这个包王呢这一局龙珠门河池还是。他这个特瑞啊，如果再打不好啊，那明显就是嘎逼打了。来看现在特瑞的首发，一个后恩位，前跳过来，这个架招不送死吗？这个架招，这个重锤好像出的有点晚。前跳 CD 落地，前步步高被下重手一根，重手取消。好的，空中一抢，很多人说小狼你是不是给步步高打广告呢？是不是步步高点攻击？不是啊，他这名真叫步步高啊。好了，气功1点。哦，漂亮，必杀！这个时候谁要再吝啬，谁就是王八犊子啊！怎么可能会吝啬？咱看这一次专刀虽然说没成，但是河池明显是就是想到一点，就是我不能再前跑了，再跑脑瓜有点大了啊！看包王，后恩位前跳地一摸，后拉1点，站臂取消，再后恩位，前跳头下盘被刚。2次行，重腿确认呢，啊，结果这一次后我叉被抓了，很正常啊。有人说后我叉被抓了，这个并不是事，比如说被什么指令头啊，尤其是像大门的蓝之山啊，很容易就是你后我还没插呢，就直接就被我插了啊，就直接插里了。看看红丸，跳地下臂过来，你下来了，这次你要再接不上必杀，我明显你就是一个爆米花啊。
天津大麻花的节奏，回身一转，转球磨死你，就是一顿磨。下轻手，直接下轻手确认转球接抓，也就是说，如果你防的话我就转球，你不防的话我就抓你。咱们看现在腿半转球，又是站中手被反摇腿克，河池这个反摇腿漂亮。连续2次精彩的反摇腿，这绝对是超级精彩啊！他这2个反摇腿，应该算是这个红丸打大猪最精彩的镜头了。一次是钻对方的站中手，第2次钻反摇，那也是钻后前啊，也是醉了，反正是。来看红丸这一局明显是很占优势，朝天脚一根跳 CD 过来，朝天再一个原地起跳，但这个原地起跳，对方站姿的时候不能接上蓝之山或者接上一些指令头之类的招式，这也是红丸非常恶心的地方。朝天脚后拉，腿半一点，前跳落地一个鲤鱼当亏，回身一杠啊，刚 CD 挥空天地反。如果他要是刚 CD 挥空也好，不挥空也好，红丸都是死。一个刚 CD 挥空就是抓，不挥空出 counter， 一个 counter 头上浮，然后再震，也就很可能不用震也能震死。6比9之后呢，看看现在2个人是旗鼓相当，下臂确认朝天，河池有点着急。战臂直接一个朝天脚，再跟屈膝臣妾蓝之山，好疼的说。6比9之后，扣，直接空摆控揪击，腿半过来，战臂正摇，看看再怎么办。朝天脚后拉，再战臂踢一脚过来，原地起跳，朝天一丝儿血呀，姐姐一丝儿血呀，不给这个机会，漂亮一个前天地反，最终6比9啊，6比10。河池呢是输掉这场比赛，尽管呢很多人说小狼你老做河池输的比赛呢，其实这一局吧，我只是说啥呢？这河池确实吧，他有这个劣势的地方，不让他用双神，但画出来啊，这个包王体现的确实很牛逼啊！然后咱们看看下期的预告，咱们看这个片花的，你就知道是什么人嘛啊！我就不说了吧，知道什么人嘛？而且下一场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精彩啊，来的比赛，希望大家伙能够准时收听。那么咱们下期再见。